些表面上不发火的，性格很温和很顺从，很少会拒绝别人的人，他们的攻击性往往会更强。就跟这个人在一起啊，前期你可能会觉得脾气特别好啊，性格很稳定，不管你做什么他都能包容你，但实际上你们相处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啊，不是他脾气好，而是他将自己的攻击性给隐藏起来了。他会通过另一种你压根就察觉不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攻击性，比如说拖延，比如说回避，比如说故意激怒你，来向你去表达自己的不满，经常把你搞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又没有直接的证据或者理由去指责他。而这种方式啊，在心理学上我们把它叫做被动攻击，它是一种非常强的一个心理防御机制。通常来说，善于使用被动攻击的人，他会有以下的这种表现。第一个什么？习惯性的去否认、压抑自己的情绪。就这类人，他内心是非常拧巴的，就无法坦诚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就比如说发生一件事儿，明明已经很生气了，但只要你问他是不是在生气，他就会说，哎，我没有啊，你想多了，否认自己的情绪，然后在心里默默给你扣分，不跟你沟通。日常生活里也是这样的，不管你做什么，他都会表现出好说话的一面。比如说你们一起去餐厅吃饭啊，你点了一堆菜，问他可不可以，这有没有什么不吃的？有些菜明明他不喜欢，但是还是会压抑自己的感受，说，哎，都可以。结果等到上菜的时候，他就开始生闷气了。而且还会在心里默默的给你贴标签，觉得你这人很强势，很自私，压根就不懂他，不体谅他。甚至一旦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多了，他的负面情绪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直接爆发出来，就跟你有这种断崖式的分手，或者突然把你拉黑，让你就完全摸不着头脑，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了。第二点是什么？遇到问题喜欢回避，喜欢沉默。就可以说习惯性的使用被动攻击的人，他内心通常是具有非常害怕正面冲突的，所以他们是通过退缩、回避、沉默这种消极的被动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不满。而这类行为表面上看好像是在退让、在忍耐，但实际上什么？这是一种非常隐形的人际操纵。就他可能一句难听的话都不说，但他沉默和压抑早在心中已经控制了整个对话的情绪和家里的这种氛围。就比如说吧，你们产生矛盾，你问他怎么了，或者你想跟他去主动沟通，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要么一句话不说，要么就说，不知道，没想法，然后用很阴沉的表情去对抗你，让你察觉到他的这个情绪变化。他这种行为跟回避依恋他不太一样。回避依恋是什么？是因为成长过程里没有习得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所以才会去回避。而被动攻击的人采用回避，则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来逼迫你妥协。他的沉默传达出来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对你不满。第三个是什么？故意激怒你，让你情绪很失控，让你产生一个自我怀疑。就比如说通过拖延、通过讽刺、通过阴阳怪气的方式来回应你，然后有意无意的提起一些让你不开心的话题，或者直接拿出你的黑历史给你翻旧账，故意去激怒你，让你情绪失控。就比如吧，你明明跟他商量了许久这件事要怎么解决，他表面上呢也很配合，但真正要做的时候，他就会故意拖延、敷衍了事儿，或者直接找借口，说自己忘记了，经常把你搞得很烦躁、很愤怒。但是一旦当你想发脾气，他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推卸责任。就比如吧，他会说，不是你让我做的吗？我都做了呀，我只是忘记了，你干嘛声东大气？让你有气儿他发不出来，甚至还会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太咄咄逼人了，太无理取闹了？但事实上什么？这只是他们用来推卸责任，让你产生内疚感的一种手段。如果你真的被他们给绕进去了，产生自我怀疑了，那等待你的可能就是新一模的 CPU 了，明白吗？但是很多时候你在感情里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或者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其实未必是你自己敏感多疑，或者你自己太斤斤计较了，你太喜欢无理取闹了，而是对方的这种被动攻击激发了你的这种情绪崩溃。所以我经常跟你们讲择偶一定要只看一个人的表面行为，而是要多去探究他的这些行为背后真实原因。就像有些人，他可能表面上伪装得非常完美，包容性很强，但实际上呢，他是在自我压抑。而一个人一旦压抑久了，那些被他压抑的情绪迟早会通过另外一种形式爆发出来，懂了吗？